虽然这次我们伤亡不少，但我相信裴勋那老家伙也损失惨重。总体来说，也算不辱使命。不辱使命。每一场仗都是两败俱伤，再打下去，还有什么意义？现在督军的位置已经保不住了，现在只有保住军队和地盘，才有东山再起的希望。这是决定徐家未来的生死之战。再这么打下去，不用别人来收我的兵权，我们的军队已经打光了。督军下的死命令，少帅难道要违抗军令吗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猜我是谁？干嘛，老苏？真没劲。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把我一个人丢在上海的？这没有狐朋狗友作伴的日子，哎呦，真是太难熬了。我可得找你算账。算账？你个重色轻友的家伙，不去找你的顾小姐，来看我这电灯泡干嘛？到底是上过战场的人，说话都有火药味儿了。我的腿，我的腿！求求你们了，小心点！求求你们把我的腿知道了，少帅。求求你们了，把我的腿绑上。还好吗？没事。我副帅派你来的。怎么，怕我抢你功劳啊？你不该来的。知道副帅为什么派你来劝我吗？你父亲都劝不回来的一头犟驴，除了我这个胜似亲兄弟的发小，还有谁能把你劝回去？这只是其一，更重要的是，你是苏督军的儿子，他想把你卷进来，就是想把苏家也拉下水。好逼裴家让步。你既然知道你父亲这么处心积虑，干脆跟我回去吧。我要是真回去，就没人在意这些士兵的死活了。来的时候我说得很清楚，都是徐家的军人，命都只有一条，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也一起死。你回去吧，就说劝不动我，副帅也拿你没办法的。好一个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！你这么讲义气，我老苏也不会怂，我肯定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要是卷进来，就真的走不了了。我当然知道。逼裴家让步，你父亲想怎么逼裴家让步？裴勋想逼我副帅下野，交出军队。我副帅以保住徐家兵权为底线，坚决不肯交出军队。他拉你下水，就是想把你当做这场战役最后的筹码。裴督军只要保住了徐家的军队，那这场仗大可不必打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既然已经在水里了，为了你，
我也得扑腾点水花出来。带我去见你们的长官。左参谋，这不是苏督军家的公子吗？没错，是我。没想到您还记得我呀？哼，怎么不记得？早前我给裴督军当副官的时候，你拉着我们家少帅逃学出去玩，害得我们家少帅可没少挨督军的鞭子。你们这裴家的人，还真是记仇。我说公子，这可是战场啊，你来干什么？徐公子和裴公子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呢，最不愿意看到的，就是你们自相残杀。你们这样打下去，也不是个办法。要不，各退一步。哼，你是来给徐家做说客的呀？我这是调停，不是谁的说客。你们这仗多打一天，你们两边都得死人。徐督军下野，必须交出军权，这没得商量。这交出了军权，又能怎么样？那些军队打散参列到你们队伍中，就不怕混进个奸细？这叫贪多瞧不烂。你们要是再打起来，我就往战场中间那么一站，我看你们谁敢开炮！你小子还想上战场啊？我这就给你绑了，送到你爹那儿去。谁敢动我？废物，全都是一群废物！被苏家那小子横插一杠，你们几个竟然连一点风声都没有！爹，息怒。都是你那个好兄弟苏洪琛，昨天下午闯入我的军营，用枪顶着自己的脑袋，要替徐家出头。他算哪头算呢？啊！他如果不是苏家的人，谁会在乎他那条烂命？爹，是我不对。要是听了您的话去了前线，也许还能找老苏谈谈。呀呵，啊，难得啊，从你的嘴巴里能听出认错的话，这太阳打西头出来了。爹，以前是儿子太不懂事，只顾自己的好恶，却忘了承担自己相应的责任。这次战况惨烈，我不止一次的想，如果我去了前线，对手是光耀，也许我们裴家就不会死那么多人了。这顿鞭子没白抽，给我记住喽！这句话说的像句人话。爹，事已至此，我们既要对付徐伯钧，还有地方革命军，但是绝对不能再得罪苏家了。不过你那个发小苏洪琛，看来是铁了心了，要站在徐家那一边了。我不认为老苏这么做，是站在徐家那边。这场仗打下来，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。您曾经说过，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问题，绝不愿折损我们裴家一个好男儿。可如今，徐家死战不退，就算搞垮他们，恐怕我们自己也会伤筋动骨。这场仗，老子师出有名，我有十足的把握，徐伯钧那个老狗不会有任何胜算。如果我们付出一切代价，胜利肯定是属于我们的。可是现在，光耀、老苏都在前线，如果伤了他们的性命，不仅会得罪苏家，还可能会导致舆论反转，谴责我们。此话怎讲？光耀是徐家的独子，名声一向很好，
倘若他战死沙场，就是让徐家断了号，反而会为徐伯君博得同情，那我们之前辛辛苦苦翻案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少帅说的是有道理，给左参谋发电报，命令部队后撤20里，暂时休战。是。然后再告诉徐伯君，只要他乖乖地交出手中的军队，只要他愿意辞去越城督军之职，我可以任命他为华东4省经略使。是。这徐伯君输了官司，反而升了官，怎能服众啊？大家肯定会质疑，这徐伯君到底是有罪还是没罪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，这叫名声实贬啊！管他有罪没有罪，只要老徐乖乖地交出手中的军队，什么经略使、巡阅使，就是大总统都不好使。如此反复，老百姓还能相信我们吗？妇人之仁，让他们信你没有用，得让他们怕你才有用。裴勋应该是怕得罪苏家，投鼠忌器，所以主动提出了停战。我派苏洪琛去前线，不但是看中他和光耀是发小的情分，更看重他是苏家公子的身份。他和光耀是发小，可以帮我把光耀带回来，而他苏家公子的身份，则可以逼裴勋停战。我跟裴勋这盘棋不分胜负，几乎成了死局。而苏洪琛这步活棋一走，我们立马就有了生机。督军果然是深谋远虑，这裴勋不但主动提出了停战，而且他还公开表示，若是您交出了军队，他就保举您做4省经略使。4省经略使不过是挂了名的虚职而已。他想用这个花架子要我手中的军队，他门儿都没有。你告诉裴军，越城督军我可以不做，北京政府的职务我可以让给他，但他休想动我一兵一卒。报告。督军，按照徐副官的安排，我们找到了少帅调查军火走私一案的几个成员，他们确实是为裴家私运军火。他们还交代，司令部晚宴当天刺杀少帅的那几个刺客，并不是革命党，而是他们自己人。果然是裴勋这老小子干的，这话就说通了。光耀查到他们见不得人的买卖，裴勋认为刺杀光耀的事情瞒不住了，所以裴勋就借给穆家翻案的机会，他想整垮我。光耀这个孩子呀，妇人之仁，他想要息事宁人，却给别人送了把刀来对付我。督军，既然裴勋已经有把柄落在了我们的手上，我们何不以此机会牵制一下他呢？哈哈哈，人算不如天算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裴勋正准备接任我北京政府的职位，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丑闻，那裴家可就颜面扫地了。我看看他还有什么底气跟我讨价还价。少帅，这是许伯君借来的钞票，他想用这些钱买回他的军队，看见了没有？你还说什么？说徐光耀一片好心瞒着徐伯君，说什么他想息事宁人，想化干戈为玉帛，狗屁！真正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，你才知道他们才是真正屁股坐着一溜炕爷的亲爷俩。爹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瞒着你的。徐伯君现在手里攥着我们的把柄，他说如果我们答应放回他的军队，他就把这些事情烂在肚子里，否则的话全部公之于众。本来我想趁此机会打垮徐伯君，现在倒好，到了这个节点上，他倒掐住了老子的脖子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。爹，
既然事已至此，不如我们就答应徐伯君的条件吧。说的轻巧。你知道他的条件是什么吗？只是辞去乐昌督军和北京的职务，但是要保留他的军队。如果我答应了他，那他所谓的下野也就只是做做样子而已。爹，就算徐伯君交了军队，您敢用吗？您不仅不敢用，还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防治他们、牵制他们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让他们回到原来的驻地，还能替我们抵挡革命军。裴勋在电报上说，同意我方的条件，只要您辞去了督军之位，那徐家的军队将由您推举的人来接旨。这盘棋我们下得不错，虽然少了几个虚衔，面子上不好看，但是兵权和地盘还是我们的。裴勋打了半天，只不过讨了面子上的便宜，你们说谁输谁赢？自然是我们赢。既然目的已经达成，再扯上裴勋玩命就不划算了。好吧，发通电，即日起，我辞去乐城督军之职，督军府所有兵马暂由你们二位节制。再给光耀发个电报，叫他把部队带回来。属下定不辱使命，为督军马首是瞻。怎么样？兵不血刃。我这保定生不是徒有虚名的吧？是，从小到大都把风头让给了我和少君，真是屈才了。知道就好。这次我就露了那么一小手，谁让你们平时小瞧我的？不好意思，还请这位英雄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哎，这建功立业的感觉啊，真是挺好的，确实要比吃喝玩乐，该怎么形容呢？有成就感。哎，对，就是成就感。哎，这次回去，在顾小姐面前，我可有吹牛的资本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正经八百上过战场的军人了，不再是他口中的纨绔子弟了。妈呀，说实话，我这个游手好闲，原本打算吃喝玩乐了此一生的人，当我亲眼看到那些荒芜的土地、无人的村庄的时候，我这心里啊，还真的挺难受的。我终于能理解老裴为什么受军阀，还是不愿意上战场，也能理解你为什么无论如何都要和士兵们共进退了。红尘，谢谢你赶来救我。谁让你们平时干大事都不带着我的？不过对我来说，兄弟就是大事。兄弟，保重。少帅，
父亲，父亲，儿子不是故意违抗您的命令。什么都别说了，你能平安回来就好，啊，回来就好。我现在抄经诵经，无关一身轻，这心里呀也就平静了。真应了那句古话：“福兮祸所依，祸兮福所倚。”若不是经历了这场风波，我恐怕还睡不了一个安稳觉呢。来，儿子，咱们坐这儿。父亲，怎么突然信佛了？啊，我们徐家能走到今日，也是做了不少孽。虽情非得已，但我这心中始终是有愧的。我每日诵经素食，以求忏悔，即便是得不到世人的原谅，也求个心安。父亲，您大半辈子都在争斗，殚精竭虑，夜不能寐。要是这次下野能让您回归平静，倒也是因祸得福啊。是啊。当我知道你被裴军围困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富贵权势都是过往云烟。如果能保我儿平安，别说这督军之位，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，我也愿意。父亲，你先早点歇息吧，我还得回房抄经呢。啊，哎，早点休息，啊。少帅，大帅怎么突然信佛了？父亲变了。也许他并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回来了。督军，前线2个师伤亡过半，回来的路上又逃走了1000多人，最后回到越城的不到3000人。罢了，人各有志，随他们去吧。是属下办事不力，还请督军责罚。我责罚你干什么呀？大势所趋，非你一人之力所能挽回的。起来吧。若不是你及时查到裴勋刺杀光耀的丑事，我们还不会这么快逼裴勋就范。你不但无错，而且有功。督军，我们这次一败涂地，罪魁祸首是他谭玄林。此人不除，我们永无宁日。站住！带走！你们想干嘛？放开！放开！走！哎，别动！带走！走！
司令，吴副司令发来电报，说司令部查出了不少徐伯钧的奸细，火车站的几个人也抓起来了，现在还在继续排查当中。进去说。你俩在看什么？这些都是从函谷关逃难过来的难民。裴勋和徐伯钧开战，周围的县城都空了。北边有裴勋的部队，南边是徐伯钧和革命军对峙，他们没有地方可去，只能逃往上海方向。都怪我，是裴勋和徐伯钧不顾百姓死活。我逼徐伯钧下野，就是为了保住我自己上海王的位子。徐伯钧和裴勋交战，是为了保住他们自己的地位。我终于明白廖先生那句话：如果有一天我坐到了徐伯钧的位子上，可能会变得和他一样。哎呦，老爷，哎呀，医生让您卧床休息，您怎么起来了呀？孩子回来了，我要去接他。哎呦，不行啊，那块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，您这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啊？哎呦，老爷，您坐下歇会儿啊。孩子一个人在外面出生入死，我没能帮得上忙。现在孩子凯旋了，我要去接他。老爷，您这……司令，老吴，一路上还顺利吧？很顺利，多亏了你和老傅。哦，好。爸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的女儿长大了，有勇有谋。我们回去吧。哎，具体的我们回去再说。伯父，伯父，医生，叫医生，叫医生！伯父，呼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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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伯父，谭司令，伯父，我把婉清交给你了。爸，别说话了，伯父。婉清，有谭司令护着你，爸爸放心。到了那边，我会和冰清、远航一起，等着喝你们的喜酒。爸，伯父，伯父，你先别说话了啊。爸，老爷，爸，你醒醒吧！
多说不好。那2个刺客明明是冲我来的，可是没想到。不怪你，不然爸爸也不会把我托付给你。婉清，婉清，我不想再等了。我想每时每刻都陪在你身边，保护你，照顾你，一刻都不让你离开我。我们结婚吧，完成你爸爸的遗愿，好吗？可是爸爸才刚走，我还在守孝。我知道，穆伯父的仇我一定会报。但是他也说了，在那边等着喝我们的喜酒。我们别让他等太久，好吗？司令，那个下人的身份已经查到了。谁？是越城人，应该是徐伯钧的手下。我就知道是他。在北京的时候有日本人护着，我就没干掉他。这次我一定要杀了他，我去杀了他！不是，司令，你干什么？我要去杀了他。他能乔装去北京，我就不能乔装去越城吗？这次我一定杀了他！哎，司令，你冷静点，穆老板已经死，徐伯钧肯定有了防范。韩森，你给我滚开！今天谁拦我都不好使！不是，司令，司令，那杀了我之后呢？你还能活着回来吗？爸爸才把我托付给你，你现在自己就要去寻死。你说好要娶我的，你现在就忘了吗？我没忘。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亲人了，要是你都不在了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了，不会再让你担心了。对不起。10年前的仇我们已经报了，这一次迟早也会报的。好。接婉清和谭玄龄的时候遇刺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少帅，你要的资料。徐远在吗？好几天没见着了。我们排查了穆家所有的下人，目前没有发现可疑的。看来只有婉清在外出的时候派人保护还是不够的，家里也不安全。让老夫挑几个靠谱的兵，进驻穆家，一定要保证婉清的安全。哦，对了，廖先生刚才来电话，他昨天已经从北京到达上海，就住在理查饭店。他说想约您抽空一起见个面。好，这次能扳倒徐伯钧，多亏廖先生帮忙。你帮我告诉他，我处理完穆家的事，立马去找他。哦，还有，香港那边来电话，说是穆婉婷买了回上海的船票，并且胳膊上还缠了黑纱，应该是要回来奔丧。我答应过闵大成，会关照他。如果他真的只是回来奔丧的话，不必为难他。这次本来很有希望得手，谁知穆老板横插一杠。穆志远这把老骨头，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，所以他就一命换一命，想给穆婉清留个靠山。谭玄龄这小子拿下了裴勋的委任状，又拿下了穆婉清，难不成这上海成了他一个人的天下？督军，您看我这次要不要亲自再去？不，谭玄龄一定要除掉，但不能由你出手。我现在辞官下野，闭门思过，
就是为了挽回我们徐家的声誉，以图东山再起。如果你这次失手，裴勋肯定会拿来大做文章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那我们就眼看着，什么都不做。其实，还有一个人，是最不希望看到谭玄林得势的。把这封电报发出去。是。父亲，您看今天的报纸了吗？哦，正在看。没想到，穆公遭此大劫。虽说穆远航之死是我无心之失，但是如今看到穆家人丁稀少，只靠一个孤女勉强支撑，我心中也是有愧呀。穆世伯早已将产业都交给了晚清打理，自己常居法源寺，每天吃斋念佛，与世无争。这个时候，谁会派人去刺杀他呀？穆公把持上海多年，得罪的人也不少。也许是有人找他算旧账，啊，这也说不定。父亲怎么会想起抄经文呢？我曾经对不起穆家，只想抄几篇经文，以求心安。山下先生，日本人。我刚才看徐远急匆匆的出门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我让徐远给山下先生发个电报。我们素来与日本人毫无往来，这个时候找山下纯一做什么？这也是无奈之举啊。如今裴勋把持北京政府，将我徐家的军队打入另册。这几天师长们接二连三地找我说军饷不能足额发放，我们跟穆家的关系已经破裂，不找个钱袋子傍身，这10几万的军队如何维系啊？所以父亲，您是打算和日本商会合作吗？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，能不能成，还两说呢。徐伯君的电报，他希望我们帮他彻底的除掉谭玄林，并开出了优厚的条件。这笔生意真的是划算。大帅这身打扮，倒像个教书先生。不瞒山下先生，我年轻的时候啊，也是考取功名的。如那个时候做了教书先生，这日子一定比现在过得安稳自在。自古白衣卿相，志在问鼎，江山立不世之功，蛟龙又岂能是池中物啊？那就要看山下先生这阵风，能不能让我
重上青云。徐督军只要兑现承诺，我呢，自当鼎力相助。山下先生放心，只要除掉了谭玄林，我会让手下趁机接收上海，到时候穆家的一切，全都是你日本商会的。徐督军请放心，我们志在必得。山下先生，你可不要轻敌呀！现在谭玄林和穆婉清正在谈婚论嫁，一个有了枪杆子，一个有了钱袋子，谭玄林和穆家狼狈为奸，到时候我们再想对付他，可就难了。大帅，请放心，我们自有办法。姐姐，婉清，我听说你爸遇刺的消息之后，一时情急赶了回来，没来得及跟你说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在香港的生活，多谢谭司令托人照顾我，谢谢。不用客气。这是我对你亲生父亲的承诺。婉清，我能去看一下我以前住的房间吗？当然可以了。要是这些家具你喜欢，我可以送到你现在的住处。不必了，我看看就好。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和我开口。你和谭司令也好事将近了吧？是啊。恭喜你们。既然你已经祭拜过穆伯父了，不如先送你回去。这里相册还有一些我母亲的照片，我想带回去。请便。说起来，他也挺可怜的，毕竟崔莲凤做的那些事情，他都不知情。所以崔莲凤付出了性命的代价，而他只是失去了叫好的资本。和他对你用的那些恶毒手段相比，他现在这处境，惩罚都算不上，又何来可怜？你还真是铁石心肠啊！对所有伤害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
在看什么呢？再看你小时候的照片，太可爱了。哎，对了，你有没有发现，穆婉婷这次回来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以前的大小姐脾气都没有了，倒是低调了很多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觉得她没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就洗心革面，你还是小心为好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谁都不能伤害你。哎，这个是许光耀吗？啊，这是他10岁的时候来家里做客拍的。哦，他10岁就认识你了是吧？不是，好像是9岁。认识早有什么用？你还不是我的女人。那你还吃醋？谁吃醋了？你呀。那他认识你10几年，我才认识你几个月，应该吃醋的是他吧？只不过这样的合影我们都没照过。那等我们以后结婚了，这样的合照不是想拍就拍啊？从我们2个人年轻的时候到老的时候，然后我们有孩子有孙子，我们每一年都照全家福，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们这一辈子每时每刻都把它记录下来，好吗？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老爷的书房里还有些文件，我不知道哪些是要用的，哪些是要处理掉，你要不要过来看看？我马上就来。是。我先过去了。好。谭司令，哎，方叔，这个木工是什么时候跟他们合的影啊？哦，这是当年老爷押货的时候雇的白鹅洋枪队。白鹅洋枪队，木工还雇个洋人呢？啊，老爷是听人说，洋枪队的枪法特别神，说是一个能顶4、5个。那时候兵荒马乱的，又是打仗又是马匪的，找几个能干事的也踏实点不是？什么枪法这么神呢？这洋人吹牛的吧？哎呦，还真不是吹牛的，洋人的子弹特别厉害，那个都是什么开花弹，一枪下去能削掉半个身子。这是当年从你父亲伤口上取下的弹头，这些年我一直留着，也许你能用得上。开花弹。谭司令，你还有其他事吗？方叔，当年木工走的是哪条路啊？这么不太平。那是10年前，是罗督军和徐伯钧正打得不可开交，老爷押了徐伯钧的军用物资回上海，到了江浦啊就走不动了。前面江上那2军打了起来，老爷一看没办法，就从江浦上了岸，走了陆路。幸亏找了这个洋枪队呀。前面就是江浦，你们原地扎营休息，等灵儿病好了再走。我跟雨儿押着辎重先走。是。方叔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好。回司令部。玄灵人呢？哦，谭司令回去了，说是有急事。啊，这么着急啊，连招呼也不打一声。是。你看着。收起来吧。哦。那洋人吹牛的吧？哎呦，还真不是吹牛的，洋人的子弹特别厉害，那个都是什么开花弹，一枪下去能削掉半个身子。3次，丽茶饭店。
谢谢。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最近处理穆老板遇刺的事情累着了？我没事。你用穆家旧案逼徐伯钧下野，他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你，你自己小心点。是我疏忽了，但是我已经把徐伯钧的眼线挖得差不多了，他想对我动手也没那么容易。那就好。廖先生，我这次这么急着找你来，其实是有一个私事想请你帮忙。跟我还这么客气啊？有话直说。我知道您在使馆区颇有人脉，是否听说过有一支白俄洋枪队？白俄洋枪队？对，他们的枪法神乎其神，而且10几年前就声名鹊起了。他们是靠保护生意人赚取佣金的。当年俄国10月革命之后，有一些当时的俄国军官逃入中国，他们其中确实是有一些重操旧业，赖以谋生。你怎么突然间想问这个？穆伯父当年也雇佣过一支白俄的洋枪队，他们用的是开花弹，而且最巧的是，他们和我爹同一时间到过江浦。我明白了，但是玄林，这个世上有很多巧合之事，也许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是，我也希望是巧合。可是廖先生，我是刚刚知道此事的，我现在脑子特别乱，我不知道该去找谁，所以，我只能想到您了。你放心，只要当年的这些人还活着，我一定帮你找到。多谢廖先生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谢谢。玄林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拜托你。您说。您这次来上海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我说。之前在北京使馆弄了一批军火，现在装上了一艘英国货轮，可那帮英国人怕死，不肯运往前线，最远只能运到上海，所以我想请你帮忙，让这批货在上海中转，发往广州。没问题。我现在已经基本算掌控了上海，以后要是运军火还有药品，可以直接通过上海中转。今天下午谭司令有打电话过来吗？请接司令部。请稍等。司令，您不跟穆小姐一块儿吃饭了？
不吃了。为什么？回去吧。行。我托阿廖沙打听了，这个谢尔盖·奥涅金娜是当年逃入中国的沙皇士兵，参加过日俄战争，是有名的神枪手。在门口守着。好。Это командир Тан. Командир Тан хочет узнать,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каких влиятельных людей ты обеспечивал. Были ли опасности? У тебя есть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е резюме на должности телохранителя командира. Я охранял хозяина Ду из Гуандуна, командира Чан из Шандуня, хозяина Му из Шанхая и так далее. 他说他来中国已经10几年了，负责过很多商界的大人物，比如广东的杜老板、山东的张司令，还有上海商会会长穆先生等等。广东、山东的我不感兴趣。你给我仔细说说，你是怎么保护穆老板的？ Чтобы наша команда могла обеспечи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опроводить хозяина Му.他说，他们当时从江浦上岸的时候，发现了另一伙军人。穆老板认出来那是罗督军的人，而穆老板押送的却是徐督军的货物。双方交战，是敌我关系。穆老板为了安全起见，趁这伙人一字纵队进入山谷的时候，下令开枪，无人生还。 司令，Стреляли мы. Стреляли мы. Стреляли мы. 大哥，是我。刘先生，我是不是做梦了？脉跳得这么快？司令，您可吓死我们了！您在梦里一直在喊老司令。 原来是梦啊！
我刚才梦见俄国人，说是他们开的枪。原来不是梦啊！司令，刚才穆小姐来电话了，告诉她我有事，不让任何人打扰。可是穆公馆还在筹备你们的婚礼啊，那他打电话过来就是让我休息一会儿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司令，出去！走吧。廖先生，那个洋鬼子到底和司令说了什么？你们司令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坎儿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，廖先生？司令从穆家回来就一直不对劲儿。还是别问了，他想说的话，自然会告诉你们。好了，真好看，穆小姐，这套婚纱好适合你啊。哦，不过这个腰可以再紧1寸，会显得线条更好。好。顾小姐，你们公司有没有男演员和玄灵身高相仿？啊？为什么问这个啊？再过2天你就是司令夫人了，还追男明星啊？我哪里追什么男明星？只是今天要试礼服，但是玄灵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还有这个，打电话到司令部也没有人接，我就想找人替他试一试。奇怪了，小叔叔答应的事情从来都不失约的。是啊，以前徐伯君天天盯着，坐在火药桶上也不失约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了。没事，你先别多想，也许他临时有事耽搁了呢。耽搁了倒不怕，我就怕他有事瞒着我。那你怎么不去问他呢？他说让我无条件相信他，我要是追问他，倒是显得我小题大做了。要不，还有这里，我替你去找找他，看看他到底在忙什么。也好，你替我去问问他，是不是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。好。通常小叔叔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不是在司令部睡大觉，就是在靶场打枪。我去看看吧。别着急啊。顾小姐，苏少帅回来了，在门口找您。他回上海了？那我先去了。你
回来了。干嘛冲我敬军礼？我现在也是上过战场，见过生死的军人，给我喜欢的女人敬个礼，不犯法吧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没受伤吧？怎么？担心我？报纸上都登了，说你苏少帅一个人单枪匹马闯进军营，替裴徐两家调停。看不出来啊，你还挺有本事的嘛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公子哥吗？这叫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还一鸣惊人呢？我看你是吓人。这战场上枪弹无眼，你要是有个万一……啊！没有万一。我说过的，我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里，我一定会回来。原来你是回来取东西的，我今天忘带了，下次再不去，就一辈子都留在这里，好不好？我还有要紧的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我今天晚上在你家楼下等你，记得给我答复。司令，你休息会儿吧，都打了几百发了。双儿小姐，你快劝劝司令吧，我怎么说都不听。好。去司令部找你，问谁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。我一猜就是在靶场。怎么样？虽然只是小时候和你南征北战时摸过枪，但是这么多年不打，我这准头还不错吧？哎，小叔叔，你等一下。你和穆小姐之间到底怎么了？都要结婚了，你们到底在闹什么别扭啊？她还好吗？当然不好，她还以为你故意躲着她呢。本来女孩子嫁人的时候就容易敏感，你还这样对她，她心里能好受吗？双儿，你说，算了，你帮不了我。哎，司令。你刚才闷头打靶，现在又闷头喝酒，你倒是和我说句话呀，小叔叔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这么多年，我还没见你喝这么多过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让你难成这样啊？双儿，你知道这个混老天干什么了吗？他给你一块蛋糕，却掺杂着砒霜。你说，我吃还是不吃？什么一块蛋糕一口砒霜的，什么意思啊？
小心。慢点，慢点啊，小心台阶。通常小叔叔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不是在司令部睡大觉，就是在靶场打枪。我去看看吧。备车去司令部。我知道你难受，可是万晴，我心里也难受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。我本来以为我们之间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都能一起解决。小叔叔，你醉了。哎，我想过无数种可能，不管不顾的去跟你在一起，但是我每次想到这儿，我的心就很难过。小叔叔，从小到大，你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是我所有的牵挂。以前我真的想过，这辈子就这么不远不近的陪在你身边。不过你现在有了穆小姐，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为一个女孩喝醉成这个样子。你对她的感情一定很深吧？你们两个呢，很般配。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她。12小姐，苏少帅来了，在下面吵着要见你。哦，好，我马上下去。对不起啊，晚上你约我的事，
我给忙忘了。你跟我说今天下午有事要忙，就是陪那个姓谭的花天酒地、醉生梦死是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小叔叔不是这种人，我也不是这种人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？跟我一样？他配吗？我至少不可能要在结婚的时候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，更不可能不顾及你的名誉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我和小叔叔是一家人，是亲人，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。一家人，一个姓谭，一个姓顾，你告诉我是一家人？来，你现在就把那个姓谭的给我叫下来！我倒要问问他，马上就要和穆婉清结婚了，为什么要招惹我苏红琛的女人？你给我下来！那个，谁是你的女人了？你自己认的，我可没认啊。报也报了，坠子也收了，你现在跟我说不认？报是你要报的，坠子也是你塞给我的，我凭什么要认？你就那么离不开那个谭玄龄是吧？我一片真心，你当成驴肝肺，愿意跟他这个有妇之夫暧昧不清？你来的正好，我告诉你啊，赶紧去管管你家那个沾花惹草的未婚夫。双儿小姐，司令这次真是喝多了，连胆汁都吐出来了。没事，我来照顾他吧。嗯。小叔叔，你醒了。穆小姐，那个我们司令已经睡了，你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。哎，穆小姐，哎，穆小姐。